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我们所认知的一切，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某种虚幻呢？古往今来，无数的哲学家、思想家都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在佛学中有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就已经做了总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金刚经在佛学中的地位有多高，当然无需多言，而正是这句话简洁且震撼，极大地增强了金刚经在大众心目中的影响力。然而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又该如何避免落入到虚无主义的陷阱之中呢？大家好，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须臾时，古今同问。也许每个人都曾在深夜求索过，我和我的世界是否真实存在？恰好无数的先贤哲人也给出过自己的答案。庄周梦蝶，2000多年前的庄子用一场大梦的预言来激发世人的思考，究竟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洞穴投影，差不多同一时代的柏拉图把真实的世界比喻成火光投射在洞壁上的幻影，而作为囚徒的人类却无法扭头去发现真正的光明。我思我在，400多年前的笛卡尔怀疑感官，怀疑世界，怀疑一切，唯独不能怀疑的就是自己。万千世界里的无数众生，也许只是陪伴自己的 NPC。 缸中之脑，这是40多年前哲学家普特南提出的颇具科幻色彩的假设。我们无法证明自己是否只剩一颗被浸泡在营养液中的大脑，所感受到的喜怒哀乐不过是计算机程序模拟出的信息。让我们回到开篇，这个曾被人类反反复复追问的问题。金刚经的这一句解释，既简洁有力，又文字优美的不可思议。我们来尝试拆解一下。凡所有相，就是你我所看到、听到、闻到、尝到、触到的一切，乃至想到的一切，甚至包括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佛学本身，皆是虚妄，都不是真的。若见诸相非相，当我们能够拨开迷雾，探究到所有现象背后一切的时候，即见如来，也就了解到了真正的智慧和真理。1999年风靡全球的《黑客帝国》，那个流传至今的知名镜头，内核包裹着的就是这个古老的哲学谜题。墨菲斯递给尼奥的2颗胶囊，蓝色代表继续沉迷虚幻，红色代表直面残酷现实。只不过破除虚幻哪有这么简单？因为相无处不在，你我所见物质是色相，你我所谈语言是名相，你我所思概念是心相，甚至你我依然是假象。即便可以经历千辛万苦破除了诸相，让我们宛如从一场大梦中清醒，即见如来，见到了真实的世界，真实的如来，那就得到了真正的解脱吗？注意了，千万要小心，
金刚经后面又告诉我们，这些依然还是假象。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真正的住相非相，怎么就这么的难呢？那你可能会问，太玄乎了吧？我怎么可能认定你说的是对的呢？那么好，让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看看佛学向内的证悟，以及科学向外的探索，都在破除内在和外在的虚幻中，找到了哪些共鸣？破除内在的虚幻，我们是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的？佛学认为是6根。在《西游记》里，唐僧救出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之后，首次遭遇的6个劫道山贼，就分别名为眼见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身本忧、意见欲，便对应了我们6种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意。悟空随后打死了这6贼，既是现实意义上的除暴，也是佛学意义上的断6根。可是我们感官所触碰到的，究竟是真正的月亮，还是月亮的倒影呢？现代认知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以为的世界其实是大脑加工的结果，而不是现实本身。眼见色，作为感光器官的眼睛所能够接受到的可见光波，只不过是电磁波谱中极窄的一段。我们既看不到红外线，我们也看不到紫外线，更看不到宇宙中99%以上的电磁波。巨大的恒星在垂死时发射出的伽马射线贯穿了整个宇宙，我们同样一无所见。耳闻声，接受机械振动波的耳朵也只能感受到20到2万赫兹，可是鲸群用更低的次声波在大海中永不停歇地颂唱着鲸歌，我们听不到。同样，蝙蝠用更高的超声波在天空中不知疲惫地追逐着飞虫，我们也听不到。鼻嗅香，犬科动物可以帮我们闻出想象不到的气味。舌尝味，鲨鱼可以在几公里之外便能发觉一滴血的味道。深感触，地面上微小的震动就能让蛇类发动攻击。以上这些，我们同样也做不到。通过眼、耳、鼻、舌、身，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大概也只是真实世界的1/1000、10000%而已。但还没有完，意取法，也就是整合了这些外部信息的大脑，却在进一步欺骗着我们。因为能接受到的信息太有限，所以需要加工才能显得丰富。眼见假设，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视错觉图画，无一不是大脑在自作聪明。耳闻假声，谢泼德音阶是循环的音阶，却让人产生了永远向上的错觉。鼻嗅假香，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舌尝假味，科学家做实验，把透明的苹果汁染成红色，并告知是草莓汁，受试者就会认为是草莓汁。深感假触，刚刚截肢的病人往往会感觉到患肢痛，
成为了医学中常见的医学难题。真实的世界只给了我们那么少的信息，而我们又掺杂了过多噪音。我们只不过是从墙上的一个小孔，并且加上了层层滤镜去窥视真实的世界，就已经觉得异彩纷呈，我们内在的虚幻该有多么的严重。那么你会问，随着科学的发展，假如有一天我们可以通过仪器手段100%地接受到世界的全部信息，虚幻就不会存在了，对吗？其实不对，越隐为假，越意不真，因为世界有可能也是虚幻的。让我们接着聊。破除外在的虚幻。物理学家们已经发现，好像世界本身也不如表面上看去的那样真实存在。一张桌子放在这里，我们用手去触摸它，是硬的，是坚固的，但现在科学告诉我们，这张桌子可能是虚幻的。你说这怎么可能呢？让我们一层层来看。第一层，最基础的物理学已经告诉我们，桌子实际上也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核之间有大量的空隙，体积仅占到了原子的1000亿分之一，只是彼此间的电磁排斥让桌子有了硬的感觉。可是你也许会反驳，即便如此，也不能认为桌子是虚幻的呀。那接着看，第二层，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基本粒子也不是固定的小球，而是概率波，在没有被观测之前就处于叠加态。也就是说，这个桌子只是处于概率云的稳定结构，可能会突然间消失不见，只是概率非常非常低而已，但并非是0。你可能依然会反驳，这只不过是粒子的特性而已，并不代表它是虚幻。那再继续。第三层，物理学的最新模型告诉我们，宇宙的根本不是粒子，而是场，电磁场、强力场、弱力场等等，在高维空间中彼此重叠在一起，弥漫在我们整个宇宙中。而粒子本身不过是场中所激发出的微小的涟漪，比如2012年所发现的希格斯场就赋予了粒子的质量。你可能还会反驳，把粒子变成场也并不代表场是虚幻的。那再继续。第四层，最前沿的物理学家们已经提出过一个大胆的猜想，为什么宇宙间的所有的基本粒子都完全一样且不可分辨？只是因为宇宙本质上可能只是一个数学结构，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数学方程式的解。佛学说，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又何其相似呢？世界不是我们眼睛看到的坚实存在，而是某种规律下的显现而已。相即虚妄。非常非断的智慧。有人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其实就是在否定一切，什么都不用再做了。世界、人生、你我都没有什么意义。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深很深的误区，认为一切都永恒不变，称为常见；认为一切都绝对的无，称为断见。两者在佛学中都是错。
人生就如同一场精彩的电影，就算电影的画面并不是真的，但我们依然会感动，会流泪，会欢笑，而这些却是真的。这句寄语真正的价值，就是告诉我们，人生中的一切都是一场缘起性空的组合，可投入其中，但不要执着。当我们遭受挫折时，要知道痛苦是虚妄的，不会永恒，总会过去。当我们志得意满时，要知道快乐也是虚妄的，转瞬即逝，莫要贪恋。佛学并不是让我们逃避，而是让我们在看清真相后，更加努力地生活，更加自在，更加慈悲。当拥有这样的智慧之后，我们就不会被虚妄所困。要记住下半句寄语：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谢谢大家，让我们下次再见。